命令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3兵团的第10军为左路向贵阳进击，命令陈锡联指挥第3兵团和4野的47军为右路，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锡联集团，等把敌人的逃路全部切断。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1949年11月初，随着我二野数十万大军在湘西集结完毕，我军第一仗要收拾的便是有着鹰犬将军之称的宋锡联集团。此人在败退大西南后，便被老蒋任命为川鄂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手握2个兵团，分别是中兵的第14兵团和陈克飞的第20兵团，共计10万大军。虽然10万之众看着兵力不少，但与我军对比，那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仅在东面和南面，我二野的2个兵团就高达27万人，更何况还有10几万的4野部队协同作战。虽然宋锡联利用川东的地理优势，从恩施到钱江再到彭水进行了层层布防，但热武器时代想单靠地形挡住数倍于己的我军是根本不现实的。更致命的是，在进军西南之前，刘邓首长就通过内线得到了一份关于宋锡联集团的完整布防图，而提供这份关键情报的正是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刘宗宽。刘宗宽曾毕业于黄埔3期，西安事变后因先前与杨虎城关系密切，即便未参与行动，也被同僚诬告入狱，后在冯玉祥等多位友人的帮助下，才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侥幸免除了牢狱之灾。经过这次死里逃生后，让他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与构陷恨之入骨，加之在监狱认识了不少爱国人士，让他的反蒋决心更加坚定。抗战胜利前夕，周恩来曾在重庆秘密宴请刘宗宽，并鼓励他为民族和自由而斗争。在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后，刘宗宽就这样在国民党阵营潜伏了下来，于1949年1月升任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副参谋长，并在同年的5月份亲自拟定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防御作战方案。他对川陕、川东、川黔边界等地区哪里该安排多少兵力，如何构筑工事，都有着周详的布置，唯独对川湘黔3省交界处的酉阳、秀山、钱江、彭水这片如半岛般从四川伸向两湖的狭长地带隐而不提。在这份官方防御计划中，此地既没有标注兵力部署，也未明确其归属，使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盲点。而当时的宋锡联正在湖北被我军猛烈的攻击缠身，自顾不暇之际，他也完全把自己防区的部署交给这位军中才子，毫无疑心。刘伯承精准地抓住了刘宗宽留下的这个战略漏洞，又有优势兵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于11月7日趁着雨夜攻占了位于重庆的秀山，深入到了川东的侧后方，对宋锡联部形成了包围之势。秀山怎么了？秀山失守。什么时候？你不要惊慌失措，敌人就在这里。对于宋锡联来说，秀山失守说不慌那是假的。他看着地图越看越心惊，他知道如果我军再直取彭水，控制乌江，那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到时一举将他全歼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的形势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还有什么办法？听光算了，一切听从主公就。脱离共军的包围圈是上策。在经过短暂的思虑后，宋锡联决定放弃当前的一切部署，命令各部交叉掩护，势必要抢先我军一步占领彭水，渡过乌江。因为这个地方一旦失守，那他就没法退回川西，更没办法退到滇缅边境。在此之前，宋锡联和胡宗南就曾一同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一旦大陆守不住，就将残余部队撤往云南和西康，伺机反击。如果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入刚刚建国1年的缅甸。他们认为，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在缅甸立足并非难事，这样既可保存实力，又可背靠大海，寻求外部援助。虽然这个计划当时被蒋介石否决，但它早已成为宋锡联心中最后的退路。如果遭受共军的包围，就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集结地点在彭水以西。是。宋锡联想逃，但刘邓大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我二野的左路军第5兵团和第3兵团一部，此时已大踏步穿插进入贵州，并于11月14日解放了贵阳，彻底斩断了宋锡联南逃云南的道路。
同时，刘邓二人也洞悉了宋希濂抢渡乌江的企图，当即命令第三兵团和四野的47军从南北2个方向对彭水进行前行夹击，全力拦截拖延宋希濂部的逃窜步伐。一时间，在通往彭水的道路上，双方不断爆发激烈的交火。宋希濂依靠后卫部队的拼死掩护，最终还是抢先一步抵达了彭水城。然而，新的绝望接踵而至，兵荒马乱之际，短时间内根本征集不到足够的船只来搭建浮桥，数万大军拥挤在乌江东岸，眼睁睁地看着对岸，却无法快速渡河。田司令官，3天了，第二军渡过去多少部队？13000左右，带渡的8、9千人。正当宋希濂考虑，如果共军在这个时候追了上来，应该怎么办时，彭水突然熊熊的大火随风而起，点燃了一间又一间的民房。国军的士兵以为我军的炮弹已经打到彭水城，当即仓皇逃跑。乌压压的人群和逃难的百姓挤成一团，踩踏事件不可避免的发生。夫人，一个排长逃火，不小心把一家炮竹店给烧了。赵氏排长就地枪毙。宋主任命令赵氏排长就地枪毙。什么？好啊，混蛋！迅速救火！命令附近所有部队迅速救火。虽然宋希濂命令部队采取措施迅速救火，但火随风起，加之溃散而去的士兵一心只想逃命，根本没人认真救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乌江对岸的一众房屋毁于一旦。站在岸边的宋希濂能清楚地听到江那边传来的哭喊声和爆炸声，更能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滚滚热浪。据幸存下来的百姓回忆，这场大火足足烧了2天2夜，弥漫的黑烟遮天蔽日。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宋希濂在撰写回忆录中也详细记述了这令他痛心疾首的一幕，他称之为是自己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认为这是军纪败坏、国民党气数已尽的征兆。秀山的尸首陷入我军的包围，都没能打垮这位鹰犬将军，而这场意外的大火却彻底击垮了他的精神防线。这把火不仅烧毁了彭水城，也烧尽了他作为一名军人的所有尊严和希望，以及国民党军最后一丝军心和民心。他看到的不再是战术上的失败，而是一种天意和必然，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政权的败亡，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道义上的彻底破产。任何脱离了集体、脱离了道义的个人挣扎，最终都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彭水的国军为了逃命而放弃救火，最终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这个宋希濂列没列入战犯名单？要是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中国还能有几个战犯？一定要捉拿对岸，要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四川的父老乡亲？宋希濂火烧彭水城后，便带着部队来到了川东地区的江口临时指挥部，并在这里见到了从重庆赶来的蒋经国。先前他的部队渡过乌江后，原本想依托乌江进行布防，以隔江对峙的方式阻挡我第2野战军的进犯，但不曾想第2野战军分出南北2路大军，从左右两边迂回绕过乌江，对他进行包抄，这让宋希濂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进而转入白马山进行固守。共军从2翼向我迂回，乌江防线现在已无法固守，我打算集中所有力量向白马山转进，这是护卫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西已无险可守。此时的宋希濂早已不是那个统帅千军万马的鹰犬将军，经过抢渡乌江的大逃亡，他手上的10万大军已经不复存在。陈克飞的20兵团只剩一个第2军，中兵的第14兵团也只剩2个师，其他零散之众加在一起不足3万人，单靠这点兵力，想在川东阻挡我第2野战军几10万人，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小蒋并不理会这些实际困难，依旧按照老蒋的指示，要求宋希濂无论如何都要在川东坚守一个时期。我来的时候，总裁当面交代，命令宋主任严令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在场的军官听到这句话，都清楚背后的含义。蒋校长这是要他们为即将覆灭的党国做最后的殉葬。这就是每个末日王朝最典型的特征：上层决策者脱离实际，无视前线将士的死活，只为了维护自己虚幻的尊严和争取渺茫的政治转机。为了稳定军心，蒋经国软硬兼施，他一边承诺会立刻派罗广文兵团从川南前来支援，另一边又将从重庆带来的3000两黄金交给宋希濂，作为安抚众将领的特效药。但就在几人开会之际，我2野的先头部队竟然突发奇想，用炊事班的几口大铁锅进行简单的拼凑，组成
成了一个个简易的浮船，快速地渡过了乌江，渗透到了白马山北侧，并成功占领了一个山头。当宋希濂收到报告，不惜一切代价命令部队向白马山发起进攻时，我军已经在白马山站稳了脚跟。命令炮兵向白马山轰击，一定要夺回白马山。国民党军的攻势虽然凶猛，但我军先头部队的阻击却异常顽强。他们硬生生地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轮番进攻，为后续大部队的抵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不久，从左右2翼迂回的主力部队赶到支援，敌军眼看我军援兵已至，瞬间军心动摇，当即放弃了对白马山的进攻，转而乘船向下游仓皇逃窜。但我军在绕过乌江时，早就在下游占领了陈家嘴渡口。顺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被一网打尽，在这次战斗中，还意外俘虏了国民党军第14兵团司令官钟兵。全部放下武器，下船，动作快！请问你们是哪一军？第4野战军。怎么，连林彪将军的队伍都过来了？4野、2野都一样优待俘虏。老蒋寄予希望的白马山防线，经过3天2夜的战斗，就这样全线崩溃了。而小蒋承诺的罗广文兵团的支援，在来的半路就受到了我军的阻击。此时的国军早已不胜当年，一碰到解放军就如惊弓之鸟。罗广文只是稍稍抵抗了一下，就带着部队又跑回了川南。所谓的增援，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而一路向西溃逃的宋希濂部已是惶恐不安，白马山失守，14兵团必然已经不复存在。陈克飞的20兵团又联系不上，在场的众将领都知道，川东防线他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而重庆距离失陷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仗打到这种局面，怎么到重庆去面见总裁？打败仗的人多了，总裁责不胜责。到重庆又能好到哪里？还不是坐以待毙？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主任，您说怎么办了？您说上刀山咱就上刀山，下火海咱就下火海。主任，你决定吧。面对众将领的期盼，宋希濂深感自己前途渺茫。号称拥有10万大军的他，现在也只剩下万把支枪了。此时的宋希濂心情复杂到了极点。其实早在解放军从湘西准备进军西南之际，他就通过哨兵、空军等多种侦察手段，发现了2野主力集结的迹象，并准确判断出我军有从川东进犯的企图。他将这个重要情报火速上报给蒋介石，得到的回复却是庸人自扰的斥责。如果当初老蒋能听从宋希濂的建议，及时从川北调动一部分胡宗南的兵力南下，加强川东防线，不说有一线生机吧，至少战局不至于溃败得如此迅速。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为了能保住这最后的血本，宋希濂决定启用之前他跟胡宗南制定退守滇缅边境的计划。当务之急，一要脱离共军的包围，二要脱离国防部的指挥。说白了，必须脱离总裁的指挥。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线生机。其计划是先一路北上向西昌进发，吸引我军向北追击，然后再突然掉头折向西南，进入云南的腾冲，进而再从腾冲进入缅甸。我们就在那里争取国外的援助，坐等时局的变化。第3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与共军决一雌雄。那要是打不起来呢？另有3条出路：落草为寇，削发为僧，漂泊海外，了此一生。交代完最后的部署后，众人都各自回去准备。临行之前，宋希濂独自一人拿出了蒋介石这些年写给他的数十封亲笔信，放进火盆里，一封一封地烧了起来。看着这些曾经象征着荣耀、信任与知遇之恩的信件化为灰烬，他或许也会有那么一丝懊悔，当年为什么要退出曾经短暂加入过的共产党，转投到这个腐败黑暗的阵营？如果当初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诱惑，现在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如此狼狈不堪？然而宋希濂的计划在我军强大的侦察和情报网络面前并没有那么隐秘，他的逃亡路线很快就被我军识破。1949年11月30日，刘邓首长命令2野的陈锡联兵团沿成渝公路正面追击，杨勇兵团则向南川綦江、宜宾方向进行大迂回实施堵截。首长们给前线将领的命令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活捉宋希濂。
宋希濂带着这几千残兵，在缺衣少粮的川西高原上逃亡了半个多月，最后还是没能逃出我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在大渡河畔，这支几千人的国民党残部被我军包围全歼。可笑的是，当年我红军长征在此地被几十万钢铁洪流围剿，却能绝处逢生；如今参与围剿我军的敌军，却自己在此地陷入了绝境。自知无路可走的宋希濂已经是万念俱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那个早已抛弃他的党国尽最后的忠诚。他欲掏出手枪准备自杀成人，却被身边的警卫排长死死抱住，及时阻止。最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与他的警卫排长双双被俘。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踢着正步走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宋希濂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在历史的巨浪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他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相反，他具备敏锐的军事嗅觉和指挥能力。但在一个从根子上已经腐朽、军心民心尽失的政治集团里，个人的能力再强，也无法逆转历史的洪流。他把自己的前途与一个腐朽没落的集体捆绑在一起，最终只会一同被时代所淘汰。